机场是怎么赚钱的？机场是不是好生意？机场有哪些上市公司？他们的经营状况又如何？这就是今天的话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频道，拒绝做韭菜。这是个讲述美股、A 股投资的频道，每周都会定期发布视频，站在全球的角度，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点。不想错过的小伙伴，快请预定吧。机场，这是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。对于有些朋友，机场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那么投资就是要购买好的生意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机场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生意。废话不多说，快速进入今天的话题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机场到底是怎么赚钱的。第一，就是航空性收入。航空公司使用机场的资源，会向机场交使用费。当然，不同的机场有不同的收费模式，但是大部分都会按照飞机的重量、航程以及乘客的数量等进行具体的收费。这个收费被称为起降费。飞机越大，航程越远，飞机使用的跑道空间也就越多，因此收费呢也就越高。因此也可以看出，从盈利的角度来看，一般机场都会希望飞机越大越好，航程越远越好。当然，除了飞机起落费以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服务费用，比如说停机费，都会加在顾客的票价中。一般情况下，这些收入是非常稳定的。第二个收入来源就是飞航收入。机场的飞航收入一直是盈利的核心。全世界的机场可以分为两大类，私营以及非私营。对于私营机场来说，航空性收入是可以自主定价的，但是对于很多非私营机场来说，一般政府会出台一个指导价，和任何一个公共事业型公司是一样的，价格没有自主定价空间，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太多的超额利润。所以对于很多机场，飞航收入就是收入中重要的盈利来源。而在飞航收入中占比最大的可能要数零售了，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免税店，就是零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由于机场是有大量流量的地方，因此在商店消费是机场增加收入的最主要的选项。按照不同的策略，虽然收费标准有所区别，但是呢，绝大部分机场都是按照固定租金和佣金的模式与商店进行签约的，按照商店的营业额进行抽成，而不仅仅是固定租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情况下建议大家尽早到达机场，当然也是希望乘客在机场消费了。这个场景我们再熟悉不过，坐个飞机就要穿越好几个商店，这也渐渐成为商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然，在飞航收入中还有大量的其他项目与服务，比如说停车、租车等。就拿停车场来说，机场一般拥有大片的土地，停车场其实是一个低成本而且相对容易运营的一个项目。当然，除了停车以外，租车公司也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。除了商店、停车场、租车公司以外，还有比如说像餐饮、休闲、住宿、办公、机票、航空配餐等等服务都是盈利点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这些飞航业务都是可以自主收费的。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机场到底是不是一门好生意。分析是不是好生意，我们要看看机场到底有没有护城河。首先第一就是不可逾越的进入门槛。要修建机场，当然需要土地和钱。大型枢纽城市才会有真正修建机场的需求，而这样的城市呢，土地永远是稀缺的。然而修建机场的费用也是非常庞大的。这两条就让机场拥有了自然的垄断性。通过自然垄断，然后实现规模化效益，这样不仅节省了社会的总资本，而且也使得机场建立了一定的护城河。要知道，机场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修的，不但要获得土地和运营许可，而且呢，机场建设需要经过极为繁琐的层层审批，从地方政府到民航局，从规划设计到最终落成，每一步都需要经过多方协定审核。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，机场建设将难以实现。除此以外，修建机场的庞大资金也不是一般企业可以承担的，这都需要地方政府、银行、民航局等多方资金筹措。比如根据上海机场集团披露，除了使用自有资金外，其更重要的资金来源于民航局、上海市政府以及银行的贷款等。而且呢，在初期建设完成以后，后续的新航站楼的建设、卫星厅的建设都是源源不断的烧钱机器，所以呢，这就给机场带来了自然的高门槛。第二呢，就是网络优势和规模优势。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经济越发达，那么社会出行的支出就会增加。机场的垄断性就保证了它强者恒强的格局。逻辑是这样的，经济越发达，机场就越完备，机场越完备，航线就越多，这样的话流量也会越大，当然收入也会越高，一切都是进入了正向循环。因此我们如果观察机场的财报，就会发现机场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。收入稳定的逻辑主要来源于以下的因素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机场的收入分为两块，第一呢就是航空性收入，这部分收入政府是有指导价，
机场虽然不可以自主定价，但是呢却非常稳定，一般不会随市场进行波动。如果只是有这些收入，那么机场显然是跟其他公用事业型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那么真正的区别在于我们之前提到的飞航收入，对，这部分收入是可以自主定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机场的东西这么贵，因为你别无选择，这就是自主定价的结果。因此，经常乘坐飞机的朋友都要乖乖的消费，这也成为机场的摇钱树。显然，机场就是一个垄断的购物中心。全国现在有5家上市公司，其中4家是在大陆。我们在这里呢，以上海机场为例，看一下机场的基本面。从扣非净利润到营业收入，我们可以看出公司的增长还是非常的稳定。从稳定的毛利率也可以看出，公司拥有非常强的护城河。尽管行业的平均在下降，但是上海机场还是维持了高的毛利率，而且近年来还是在稳步的提升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净资产收益率，这个指标是巴菲特评价企业最重要的指标。虽然没有到达20%，但是整体来看还都是稳步提升的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上海机场的估值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从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前，市盈率接近24倍。现在由于疫情和宏观经济的影响，导致机场盈利大幅萎缩，因此市盈率飙升。接下来这张图为大家展示了大型主要机场上市公司的市值，上海机场排名是第1位的。接下来是基于当前的股价和未来预期现金流的这样一个大致的估值，显示出公司是被低估的，而且被低估了27.5%。不过这个呢，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参考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股东都是怎么用脚来投票的。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代表的是北上资金，只有少量的减仓动作。中国人寿也有少量的减幅。中国银行旗下的基金大幅减仓了30%，中国工商银行的基金减仓了10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外资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直接退出了10大股东的行列。这里值得留意的是，澳门金融管理局逆势加仓接近24%。不过整体的持仓也只有上海机场总市值的1%。不过这些数据只是截止到6月30号，只能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。我们聊了机场的一些优势，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机场这门生意的风险。首先第一，机场的绩效其实跟宏观环境有关。经济强劲的时期，飞机的起降、游客的吞吐量、货物的吞吐量都会大幅度的增加，这也直接增加了机场的收入。因此，机场的经济效益是跟经济周期直接相挂钩的。比如在疫情期间经济下行，那么机场当然就受到严重的影响。第二呢，就是行业政策的风险。我们要知道，航空运输业是受到政策影响较大的行业，政府有关部门对行业的发展的政策调整，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。特别是现在全球孤立主义高涨的时期，比如前一段时间中美航班的摩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这也直接影响了公司的业绩。第三呢，就是在我国高铁的出现。是的，特别是在我国作为全球高铁第一的国家，有相当多的旅客被分流。毕竟高铁拥有准点、方便、快捷这样的一些优势，现在呢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。第四就是公共卫生事件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都会对机场造成一定的影响。第五还是比较重要的，就是发展的瓶颈。机场的商业模式注定了是有行业天花板的，而且注定了不会给它有太高的估值，毕竟再赚钱也不可能搞连锁加盟，因此在发展上有很大的瓶颈。而且要想经营好机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这几乎是全世界最复杂的生意之一，需要非常专业的管理团队。至于我们观察的标的上海机场，上海机场多年以来收入不断增长，主要来源还是靠非航空性收入的增长。我们的数据是从2016年的34亿增加到2019年的68.6亿。如果2020年没有疫情的影响，这块业务的增长也是大概率事件。根据公司2020年发表的中报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营业收入24.7亿元，同比减少了54.72%，实现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负的3.86亿元，同比减少了114.29%。二季度由于海外疫情扩散，公司的单季收入实现了8.34亿元，同比下滑68.89%。尽管上海机场遇到了近20年首次亏损，但是不能忽略的是，它绝对是拥有护城河并带有自然垄断属性的优质资产。那么疫情呢，对于公共运输行业的打击显然是巨大的。
但是疫情是不是早晚会过去呢？过去之后，人们的出行也确实是一个刚需。短期来看，现在的不确定性非常强，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？结束之后呢，非航空性收入怎么样才能够恢复？这其实都是未知数，也面临着大量的风险。但是从长期来看，只要中国经济还是在长期发展，公共运输业的恢复也是大概率事件。当然，机场也不会例外。好了，机场行业到底怎么样？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发表评论，我们共同学习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。不想错过我这个老韭菜干货的朋友们，请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谢谢各位。